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9月4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那么来听我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的工作。你也可以成为老师的会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了，谢谢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字，含。好的，这个字呢，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会，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意思。我们会分好几堂课来慢慢说明它不同的意思。欢迎艾云，还有 Alexander、佩霞、裴静，还有蓝墨，欢迎同学们。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含的第一个意思。它是个动词，什么叫含？就是你把东西或食物放在嘴里，但是你不咬它，你也不吞下去，你把它放在嘴里面含着。好，所以这个中文我们常常加一个这，这个这强调一个 state， 强调一个 status， 强调一个状态，就是你把东西放在嘴巴里，不咬也不吞，就放在嘴里那样的一个状态。好，欢迎雅玲、Henny、柔山，还有蓝墨，刚刚讲过了啊，蓝墨。好，含。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词汇很重要，天天都会有这样的动作，对不对？你可以含着糖，什么意思？让糖慢慢在嘴巴里融化，你不咬它，你也不吞下去。有时候我们会含着糖果，好，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意思啊。对，小美的嘴里含着一颗糖，好，就像这个照片一样，她没有咬它哦，也没有吞下去那它放在嘴巴里含着，让糖果慢慢的融化好，所以这个动作我们每天都会做吧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喝一口水，把水含在嘴里，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喝下去，你把水放在嘴巴里，你不喝下去，所以我们中文可以说含着水，把水含着都可以你可以用把字，你可以用把字这样的一个句型，把水含着，或者直接说含着水。口糖是什么意思？口香糖吗？ Chewing gum 是不是？基本上口香糖你不是放在嘴里，因为口香糖你还是会嚼，中文可以说嚼口香糖 chew， 就像英文的 chew 一样，嚼口香糖好，所以口香糖不是用含的哦，口香糖你还是会去咬它，对不对？让那个甜味散发出来，所以我们说嚼口香糖，嚼口香糖不是含口香糖。你可以含喉糖，你们知道喉糖吗？糖果这类的东西我们都用含的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意思，含是放在嘴里，不咬也不吞下去好，看句子，他把含着嘴里冰块放到，好，各位同学，冰块，什么叫冰块？这个照片已经告诉你了，冰块就是这个东西。好，这个男生呢，把冰块怎么样呢？好，我们其实也常常会用把句型然后好，当你看到把字的这样的句型，你就知道后面马上要接受词找一下什么宾语那找一下哪一个词是宾语好，很好，有人把答案写出来了。他把，好，我们的宾语是冰块，他把冰块，然后呢，放到嘴里含着，嘿，有点难，对不对？他把冰块放在，不是放在，是放到，
like into， 放到嘴里含着，很棒。Hello， 乔玛，还有谁？Charles， 欢迎林子 Hardwin 还有春娇，还有慧君欢迎。他把冰块放到，好，这个到有强调这个动作放到嘴里含着，答对了。他把冰块放到嘴里含着，那表示他不咬冰块，也没有把冰块吞下去当然不能吞下去，冰块那么大，如果你吞下去，你会噎到，对不对？你会噎到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含着宝宝，奶嘴小，不哭也不闹。好，那宝宝 baby OK， 那么奶嘴当你还是宝宝的时候，爸爸妈妈怕你吵怕你闹，他们会在你的嘴巴里放一个奶嘴，就是 pacifier 奶嘴好，那这个你们小时候一定咬过，可以用咬的有些宝宝会咬奶嘴那一般都是用含这个词答对了，非常好。宝宝，小宝宝，对，小宝宝含着奶嘴，不哭也不闹。哇，这个小宝宝很乖，他没有哭，也没有大吵大闹小宝宝含着奶嘴，不哭也不闹，非常好。这个小宝宝很乖，对不对只要含着奶嘴，他也不哭，他也不闹他也不生气小宝宝含着奶嘴，不哭也不闹。好，很好，我们往下看。好，那么这边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个中文里会用到的一个表达，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你也可以说含着金汤匙长大。什么叫金汤匙？好，汤匙就我们知道是喝汤的一个工具，餐具我们中文叫餐具。汤匙是喝汤的一种餐具，而且呢，这里是金子做的，哇，那一定很名贵、很贵的一个汤匙，对不对？因为它是黄金做的。那如果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什么意思呢？好，表示你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家庭，你的爸爸妈妈很有钱，所以你一出生，哇，你就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好，勺勺比较是大一点的，勺是大一点的叫勺那汤匙是小一点的好，那么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有人说他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表示他出生在一个很富裕、很有钱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很有钱，或他爷爷奶奶很有钱。总之，他的家里很有钱。哇，我们中文，如果你是女的，我们中文可以说她是千金大小姐。好，或者如果你是男的，我可以叫他富少富有的少年，富少。女生可以叫千金大小姐，男生呢可以叫富少好，刚刚 Mandarin 说勺一般我听到勺子，我可能就是煮汤的时候，我会拿一个比较大的汤匙，那个叫勺子，那个不是一般吃饭的时候用的，那是煮汤的时候用的好，英文是不是叫 ladle？ 是不是？我也忘了好，我们看句子，他含着出生汤匙金，从不需要为钱烦恼。好，从不就是 never， 从不需要为钱烦恼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money。哇，好棒哦！老师也很想要含着金汤匙出生，可是我不是，可惜理查老师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哎呀，可惜好，那如果你的家庭很富裕，当然你不需要为钱烦恼，甚至你从不 never 从不需要为钱烦恼Little OK little Thank you 好 OK 对，富二代也可以，如果是男的可以叫富少
那女生可以叫千金大小姐啊。好，答对了，她含着金汤匙出生。好，我们要先讲这个哦，再讲出生或长大。她含着金汤匙出生，从不需要为钱烦恼。你也可以说她含着金汤匙长大，从不需要为钱烦恼。好羡慕这个好羡慕这个女孩，对不对？她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很有钱、很富裕的家庭，她想要钱就有钱她想要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这么好，对不对？很羡慕她。好，我们来看，好，这个表达你们如果看电视剧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你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好的，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对，很富裕的家庭。好，大家也可以支持理查老师的工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 YouTube Member。如果你没有办法加入 YouTube Members， 你也可以到 Patreon 加入我的 Patreon OK， 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含着。含这个动词常常会加上着来表达一个持续的状态，所以中文很常听到含着含着好，什么意思呢？含着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带着。什么叫订阅 ？subscribe 叫订阅subscribe。不过呢，这里是含着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通常你写文章的时候才会用到，一般说话不太会用。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呢，含着另外的意思，不是含在嘴里，而是带着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表达是在书面语才看得到的，不像我们刚刚介绍的意思是平常就会用到的，就是你含在嘴里，不咬也不吞下去，这样的表达平常口语都用得到。但是现在老师教你们的这个含着，它的意思是带着某一种特质或者是状态，这个比较像书面语的表达，一般说话很少用，它是一个写文章才会用到的。好，因为它的意思就不是含在嘴里，而是这个人带着什么样的状态或动作。这样的表达是一种书面语的表达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含着中眼泪水。所以各位同学，这里含着的意思不是说你嘴巴里面含着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它的意思是带着，眼睛带着就是有的意思这个是书面语的表达好，很好，答对了，他的眼中含着泪水。哇，他的眼中含着泪水。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 ，poetic、formal 的感觉，正式的，而且有点诗意的感觉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一般是比较正式书面语的表达。他的眼中含着泪水。哇 ，poetic。You see this in an article or in an essay or beautiful poem。OK， 好，那一般说话不会说的这么 poetic， 不会说话，一般说话不会说的那么诗意好，听得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这跟刚刚含在嘴里的意思是不同的好，我们再来做一题。好，他含着向我 toward me， 向我 to me 走来 walk。OK， 笑。好，所以大家发现这里的含着也不是含在嘴里的意思，不是了。它的意思是有什么样的状态，带着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是属于正式而且书面语的表达说话比较少会用到好，答对了，很好。他怎么样？这个 state 是什么？这个状态是什么？含着笑，这是一个 state 它含着什么带着笑的意思。OK，like she brings a smile， she has a smile 的意思了这里并不是含着 no。好，他含着笑向我走来，答对了。他含着笑向我走来。
在这里大家请你注意，我们中文会先说这个 state 状态，我们会先说他含着笑 OK 向我走来，答对了。你不要说他向我走来含着笑 No 不对，这样是有点奇怪的一个说法。他含着笑，要先说含着笑向我走来 OK 你也可以说他含着泪向我走来，可以所以含着什么我们放在主语的后面他含着笑向我走来。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感觉好像你在念一首诗的感觉，你好像在读一个故事，不像是不像是 conversation 不像是 conversation 好，不像在跟我们一般的对话是一样的东西，不像比较像是书面语。好，听得懂吗？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这里呢并不是书面语的意思，不过老师想要教你们一个，不会说含着哭哑铃我们说含着泪，不是含着哭含着泪。你可以说含着笑，我们不可以说含着哭，我们说含着泪含着泪。好，另外呢，这里老师想教你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植物，叫做含。好，你们自己找答案。如果你见过这种植物，请你告诉老师，老师我见过这种植物。这种植物有什么特色呢？植物plant 植物，这种植物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当你碰到它的时候，它会合起来，它的叶子会会合起来。不晓得在你们国家有没有这种植物？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植物呢？老师看过，也试过，很有意思。它平常的叶子是这样的，但是当你碰到它的时候，它的叶子会合起来。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植物中文要怎么说好，山路上，好，就是 like mountain trail， 山路上含几株。好，株一般是用在植物上面的一个量词株。修草有，好，这题其实蛮简单的你们都答对了。山路上有几株含羞草，很棒。山路上有几株含羞草，这里的含就是带着的意思这里的含是带着所以你们都答对了。我们中文说含羞草，就是英文的 sensitive plant， 含羞草，记起来。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植物，而且这种植物很好玩。你看到它，你会想去玩这种植物，碰到它，它的叶子会啾啾啾合起来，非常非常有意思好，那每一次老师看到含羞草，都想去碰它的叶子，因为这种植物太有意思了好，山路上有几株含羞草，答对了。好的，含羞草的英文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Sensitive plant? Really? 还是有其他的说法如果你是英文的母语者，你可以告诉老师含羞草的英文怎么说 ？Sensitive plant? I don't know， 或许吧。好，那么今天 What? Mimosa? Mimosa? Never heard of it。真的吗？乔玛叫 mimosa？ 可能一般会怎么说 ？I mean like in casual term， 一般你们会怎么说如果你知道的可以留言告诉我，老师很想知道含羞草的英文因为含羞草的中文你们已经会了，就 like having shyness plant like having shyness plant， 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对，就是有点害羞的，它会害羞的草好 OK， 我们下周见了。我们下周一继续来学习中文，大家晚安，拜拜。